好，继出发前在岛内遭到反台独团体抗议后，以过境之名窜美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在纽约也受到了华人侨胞的抗议。12号，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就赖清德过境纽约一事发表评论。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 赖清德长期以来公开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攻击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鼓吹全力强化防卫吓阻力等错误论调，是彻头彻尾的台独分裂分子。赖过境美国，目的是为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造势，拉美国为台独言行站台。美方明知如此，但执意允许赖过境，就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 发言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总统拜登多次承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但美方在行动上却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切香肠、越红线、搞突破。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一再食言背信，让人不禁对美方恪守领导人承诺、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打上问号。的确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美国政府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是变了味儿的。他们不再执行那种原原本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对于岛内的分裂势力，的确有这种怂恿。 那么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说，那么中国驻美这个领事馆呢，对于美国政府发出这样的一个批评，或者是警示，那么实际上是再一次强烈的提醒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严格的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当地时间13号中午，赖清德在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举办侨胞宴会，并发表了近25分钟的演讲。这也是他在纽约期间唯一一场大型公开活动。不过，台媒关注到，这场所谓的侨宴仅有台当局驻美代表肖美琴、美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出席，美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全程未露面。 事实上，赖清德抵达时，罗森伯格也并未前往机场接机，理由却是参加妹妹婚礼。此外，晚宴上也并没有出现任何美国会议员的面孔，只有纽约州众议院助理议长和部分州参议员出席。赖清德过境窜美，遭到当地侨胞的强烈反对。13号，在美侨胞于当地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刊登全版广告，写道：强烈抗议赖清德窜访美国。 更有上百名侨胞到侨宴举办地点前进行抗议，手举“一个中国，和平统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要和平，反台独”等标语，并高唱歌唱祖国。 台湾，赖清德也好，蔡英文也好，把台湾的本土经济搞好，不要搞得那么分裂，到处拍马屁。你们不是劝他们好好的把台湾地区性的把经济搞好，而且这是真正的台湾的福气，也是我们民族的福气。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次在纽约停留约24小时，回程时他将在当地时间16号过境美国旧金山。据《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赖清德本次过境美国，既没有发表重要讲话，也没有会见美方重要国会议员的计划。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认为，这显示了美国依赖的态度。这一次赖清德过去，很明显就是被美国低调再低调，打压再打压，结果没想到民进党唾面自干，告诉大家说：“哎呀，赖清德这次去呢，就是展现了稳健的形象。”啊，啥叫稳健？就是低调呗，就是矮化了。赖清德当然是希望要能够高调，要能够宣扬，要能够见到各种人，拜会各个场合，否则他何必去一趟，对吧？可是呢，没想到没有做不到，因为美国为了要有求于中国大陆，不希望两岸动荡，不希望呢中美关系恶化，所以打压赖清德。实际上，岛内民众对赖清德也表现极大的不信任。
近日，在台北街头就有一份100人街访，针对2024最不希望谁赢的题目展开调查。结果赖清德以53票拿下第1。一样选赖清德，赖清德，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经济好像没什么帮助啊。我们是高雄人哦，可是我们还是不希望民进党当选。高雄不是全部都民进党哦，对啊，高雄还是有别的声音的。是赖清德不要当选，民进党比较危险，特别是我们不希望看到你们年轻人上战场，你们的生命这么宝贵，怎么能够为做我们认为必要的牺牲？台湾这么好的条件，就应该和平照顾老百姓。对，最不希望的是赖清德，为什么呢？真的很危险，以我们这个年纪哈，而且真的当过兵的，你看他这样子一直在挑衅哈一些东西，事实上台湾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好。好，消防厅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赖清德窜访美国抵达纽约的时候，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并没有亲自接机，那您对此怎么看呢？我注意到对此罗森伯格本人给出的理由是，他要参加妹妹的婚礼。很显然，这是一个托词，因为作为半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个人私事必须要服从于重要的公事。要知道，2012年时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吴敦义，以及上次，也就是去年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时候，都是当时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亲自接机，这已经成为了美方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规范。因此毫无疑问，罗森伯格不为赖清德接机，实际上就是美方在刻意降低赖清德的接待规格。那么美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一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一步表达对台独金孙赖清德的不信任；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敲打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这样一种现象也就再度说明了台湾地区跟美国关系的主动权完全操纵在美国手上。美国既可以给台湾政客面子，也可以不给面子，甚至是给你难堪。而对于赖清德本人来说，为了能够在美国补考过关，极力在美国人面前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面对拜登政府给出的脸色，也只能忍气吞声，唾面自干了。那拜登政府刻意降低赖清德窜访美国时的接待规格，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很显然，拜登政府刻意降低接待赖清德规格，是害怕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因此而失控。因为中美两国高层接触与交往的势头才刚刚开始恢复，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与财长耶伦已经访华，接下来美方已经邀请王毅外长访美，以及拜登政府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而让11月份举办的 IPEC 会议因此而节外生枝，更不想因此而让中美关系由激烈的竞争走向失控，甚至是冲突。那么这背后实际上也就传递出了2个政治信号：一是在拜登政府的眼中，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或者说台美关系是由中美关系的一个局部；二是虽然近年来拜登政府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层面调整了对台海局势的布局，但是美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因为台湾问题而打一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赖清德过境美国之前，中国大陆早已将美方当成了政治与外交施压的重要与主攻方向。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公开警告，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挡住赖清德访美这头正在冲向我们的灰犀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表示，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子及其分裂行径。那么从拜登政府刻意降低赖清德过境的规格来看，中方直接向美方施压的策略是奏效的。那对于中国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解放军从12号至14号在东海举行军事演习一事，您要怎么看？我注意到，由于此次演习的时间跟赖清德这次赴巴拉圭并过境美国纽约的时间高度重叠，因此岛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他就是针对这件事情而来的。无论是民进党还是赖清德本人，都不得不大幅降低了自己的心理预期，也就是重新定调为只要不出意外，不失分就是得分。
而这很显然就跟这次解放军演习密切相关，因为上次解放军因为佩洛西登岛而举行的锁台演习，已经给了台当局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已经处于领先状态下的选情不会出现意外，赖清德也就只能夹起尾巴来做人了。而这样一种现象，也就再度说明了两岸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大陆手上的。